各位好，歡迎來到美股坐標系。2025年，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英偉達這台 AI 印鈔機上時，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公司悄悄完成了更瘋狂的暴漲。AppLovin， 一家表面上做手機遊戲廣告的軟件公司，股價從2023年初的$9飆升到2025年末的$730，漲幅超過8000%。2025年單年回報率84%，直接碾壓英偉達的49%。Palantir， 一家被貼滿神秘標籤的數據公司，2025年股價飆升135%，商業客戶收入同比增長121%，淨留存率達到134%。這兩家公司表面上毫無關係，一個做廣告，一個做數據分析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，都在用 AI 改造傳統行業的底層邏輯，都建立了客戶根本離不開的護城河。今天我們深度拆解這兩個 AI 怪獸，你會發現它們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暴漲路徑，也隱藏着兩種截然不同的風險。首先介紹 AppLovin 廣告界的暗黑之王。很多人把 AppLovin 的核心技術 AXO 引擎說成 AI 算法，這種說法既對又不對。準確來說， AXO 是一套實時預測用戶行為的決策系統，它的底層邏輯不是識別你是誰，而是預判你接下來會幹什麼。舉個例子，傳統廣告平台像 Meta 會給你貼標籤，30歲男性住俄勒岡，搜過跑鞋，然後給你推耐克廣告，這是身份識別。但 AXO 不管你是誰，它只看你此時此刻的狀態。你剛在某個消除遊戲的第10關失敗了3次，你停留在遊戲界面15秒沒動，你的設備顯示電量低於 20%， 凌晨1點還在玩。AXO 在微秒級別做出判斷，這個人正處於焦慮狀態，需要發洩出口或心理補償，然後他不給你推廣告，而是精準投放一個能讓你瞬間獲得成就感的遊戲下載鏈接，可能是另一款更簡單的消除遊戲，或者是個給你送裝備的 RPG。 這不是廣告，這是給你的挫敗感裝上精準導航儀，直接把你引導到下一個付費入口。更狠的是， AXO 每秒處理超過200萬次廣告競價，從10億台設備上學習。它的數據來源不是你的搜索記錄，而是你在遊戲裡的每一次點擊、每一次猶豫、每一次放棄。這種行為級數據的顆粒度是谷歌和 Meta 根本觸及不到的。2023年 AppLovin 推出 AXO 2.0 版本 CEO Adam Froffy 被問到新版本比舊版本好在哪裡時，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， It's just better， 就是更好。別問為什麼，反正廣告主的回報率翻倍了，錢花得更多了，這就夠了。這就是技術的終極形態，你不需要懂它怎麼工作，你只需要看到錢包越來越鼓。競爭壁壘，為什麼谷歌 Meta 拿它沒辦法？ AppLovin 的護城河不在於技術多先進，而在於它卡住了一個巨頭們夠不着的位置。第一層壁壘，數據源的獨佔性。 Meta 和谷歌的數據來自社交行為和搜索行為，這些數據雖然規模大，但存在一個致命缺陷，它們是意圖數據，不是轉化數據。什麼意思？你在 Facebook 點讚了耐克，這只能說明你可能對跑鞋感興趣，但你在遊戲裡氪金買了裝備，這說明你已經完成了付費行為。AppLovin 通過廣告中介平台和收購的追蹤工具，直接接入遊戲開發者的後台數據，他能看到哪個用戶在遊戲裡花了多少錢，他們是通過什麼廣告進來的，他們在什麼時間點最容易付費。這種閉環數據是 Meta 和谷歌花錢都買不到的。第二層壁壘，蘋果隱私政策的紅利。2021年，蘋果推出 ATT 隱私政策，要求 App 必須徵得用戶同意才能追蹤，這對 Meta 來說是災難，它的廣告精準度直線下降。但對 AppLovin 來說，這反而是戰略轉折點，因為 AXO 根本不依賴用戶身份識別 IDFA， 它依賴的是情境判斷。你在遊戲裡的行為數據本身就是第一方数据，不需要跨 App 追蹤。蘋果的隱私政策等於是幫 AppLovin 削弱了競爭對手的優勢，同時強化了自己的護城河。第三層壁壘，從遊戲到電商的降維打擊。2024年底 ，AppLovin 開始進軍電商廣告，這是一步險棋，因為電商廣告是 Meta 和谷歌的傳統地盤，但 AppLovin 的打法非常聰明，它不跟巨頭正面硬剛，而是做補充渠道。它告訴電商品牌，你們先在 Meta 上花錢，找到那些高轉化用戶的特徵，然後把這批用戶的畫像給我，我幫你用更低的成本去手機遊戲裡找到類似的人。這招叫協同競爭，
它不是要取代 Meta， 而是要吃掉 Meta 找不到的流量。結果呢，2025年第一季度 AppLovin 有 34% 的廣告收入來自首次投放的廣告主，這說明它不是在搶蛋糕，而是在做大蛋糕。到2025年末 ，AppLovin 的電商廣告業務已經達到10億美元的年化收入，而且它剛剛推出自助廣告平台 Action Ads Manager， 準備把門檻從1000萬美元年收入降到0，直接向中小企業開放。如果這一步成功 ，AppLovin 將從一個企業級工具變成一個平台級生態，這才是真正的殺招。AppLovin 的財務真相，提款機還是定時炸彈？看完技術和競爭力，我們來看最關鍵的問題 ：AppLovin 到底值不值這個價？增長數據：2025年第三季度 ，AppLovin 營收14.1億美元，同比增長68%，調整後 EBITDA 達到11.8億美元，利潤率高達81%，自由現金流8.26億美元，同比翻倍。這種利潤率在科技行業幾乎是無解的。要知道 ，Meta 的運營利潤率也就40%左右 ，AppLovin 直接翻倍。估值數據 ，AppLovin 目前的市值超過2000億美元，市盈率高達73倍，遠高於行業平均水平，甚至比英偉達還貴。這意味着，這市場已經把未來5年的增長全部打進股價了。如果 AppLovin 在電商領域的擴張不及預期，或者 AXO 的優化速度放緩，股價可能會出現斷崖式暴跌。回顧歷史 ，AppLovin 在2021年 IPO 後曾經暴跌超過90%。從166美元跌到9美元，這不是沒有可能重演。監管風險：2025年10月 ，SEC 開始調查 AppLovin 的數據收集行為，質疑它是否違反了蘋果和谷歌的服務條款。雖然公司回應說這是常規溝通，但如果被認定為違規 ，AppLovin 可能會被蘋果或谷歌下架，這等於釜底抽薪。競爭壓力 ：Unity 在2025年宣布將自己的廣告網絡遷移到 AppLovin 的 AXO 引擎。這說明 AppLovin 的技術確實領先，但同時 Meta 和谷歌都在加大 AI 廣告投入，一旦他們的技術追上來 ，AppLovin 的優勢可能會迅速消失。業務集中風險：雖然 AppLovin 在進軍電商，但2025年大部分收入仍然來自手機遊戲。如果遊戲市場增長放緩，或者用戶對遊戲廣告產生疲勞 ，AppLovin 的營收增長會直接受到衝擊。高管減持：2025年下半年 ，AppLovin 的 CEO 和董事會成員累計減持了超過2億美元的股票。雖然公司解釋說這是個人財務規劃，但高管大規模減持往往是股價見頂的信號。估值泡沫 ，AppLovin 的遠期市盈率44倍，雖然看起來比當前的73倍便宜，但前提是公司必須維持高速增長。如果增長速度從68%降到30%以下，估值可能會被市場重新定價。股價可能會回落到500美元，甚至更低。說完 AppLovin， 我們再來看 Palantir。表面上他們毫無關係，一個做廣告，一個做數據分析，一個服務遊戲開發者，一個服務五角大樓。但如果你仔細看，他們的底層邏輯驚人的相似，都在用 AI 改造傳統行業的決策流程。AppLovin 改造的是廣告投放決策，以前靠經驗和 A/B 測試，現在靠 Axon 的實時預判。Palantir 改造的是企業運營決策，以前靠部門開會和 Excel 表格，現在靠 AIP 的全局洞察，都建立了極強的客戶粘性。AppLovin 的廣告主用了 Axon 之後，回報率翻倍，根本不想換。Palantir 的客戶用了 AIP 之後，134%的淨留存率，主動多花34%的錢，都在從垂直領域擴張到更大市場。AppLovin 從遊戲廣告進軍電商廣告。Palantir 從國防合同進軍商業市場，他們都在試圖把殺手級應用複製到更廣闊的場景，但他們也有一個共同的問題，估值都已經貴到離譜。AppLovin 的73倍市盈率 ，Palantir 的400倍市盈率，這兩個數字都在告訴你，市場已經把未來的增長全部打進股價了。任何一個環節的失誤都可能導致股價腰斬。那如果 AppLovin 是廣告界的精準狙擊手 ，Palantir 又是什麼？答案是企業的中央大腦。大部分企業的數據是什麼狀態？一灘爛泥。銷售部門的 Excel 表格記錄着客戶信息，生產部門的 ERP 系統記錄着庫存，財務部門的系統記錄着現金流，物流部門的系統記錄着運輸數據。這些數據躺在不同的服務器上，用不同的格式講不同的語言。老闆想知道
這個月為什麼利潤下降了？傳統做法是什麼？召集各部門開會，每個人帶着自己的報表爭論3小時，最後得出一個模糊的結論，可能是原材料漲價，也可能是物流延誤，或者銷售策略有問題。Palantir 做的事情就是把這灘爛泥捏成作戰地圖，它不是簡單的數據整合工具，它的底層邏輯是建立一個叫 Ontology 的數字化模型。這個模型把企業裡所有的數據對象、客戶、訂單、庫存、員工、供應商全部抽象成實體，然後用 AI 自動識別它們之間的關係。舉個具體例子，一家電池製造商用了 AIP 之後發生了什麼？以前工廠的質檢數据、供應商的原材料成分數據、客戶的退貨數据是3套獨立系統。當某批電池出現質量問題，工程師需要手動拉取3套数據，花2天時間做 Excel 對比，才能定位問題。裝了 AIP 之後，系統自動識別某批次電池的正极材料來自供應商 A 的11月訂單，這批材料的鎳含量比標準值高 0.3%， 導致電池在零下10度環境下容量衰減加速。客戶退貨集中在北方地區，時間窗口是冬季。整個分析過程從48小時縮短到15秒。更狠的是 ，AIP 不僅告訴你出了什麼問題，還會告訴你下一步該怎麼做。它會自动生成3個方案，立即停用供應商 A 的11月批次原料，召回已發貨但未投入使用的該批次電池，調整生產配方，將鎳含量降低 0.5% 作為緩衝。這不是數據分析，這是把20年經驗的工程師裝進軟件。AIP 的技術核心是什麼？不是什麼 LLM 大模型，而是情境推理引擎。它不需要你告訴它電池質量問題可能跟原材料有關，它自己会從歷史數據裡學習。每次鎳含量超標 0.2% 以上，冬季退貨率就會上升 15%。這就是為什麼 Palantir 能做到5天 Bootcamp 就讓客戶簽單，因為它不需要漫長的定制開發，不需要數據科學家团隊駐場半年。客戶第1天把數據接入，第3天就能看到實時的洞察，第5天就能做出決策。傳統的 BI 工具像是數據、照相機，只能拍照，不能思考。AIP 是數据操作員，它會主動告訴你這裡有異常，建議你看看。商業護城河，裝了假肢就離不開拐杖。Palantir 的客戶粘性有多強？134%的淨留存率，這個數字在企業軟件行業幾乎是無解的。什麼概念？就是去年花100萬的客戶，今年自動續費134萬，不是 Palantir 漲價，而是客戶主動多買。為什麼？第一層護城河，數據粘性。一旦企業把業務數據接入 Palantir 的 Ontology， 就等於把企業大腦交給了它。這個 Ontology 不是簡單的數據倉庫，它是一個持續學習的知識圖譜。每一次決策，每一次操作，每一次數據更新，都會讓這個圖譜變得更精準。舉個例子，一家物流公司剛開始用 Palantir 時，系統只能告訴你這條線路今天延誤了。用了3個月之後，系統會告訴你，周4下午2點到4點 ，A 線路的延誤概率是其他時段的3倍，因為這個時段高速公路出口會堵車，建議改到上午發貨。用了1年之後，系統會告訴你，如果下周天氣預報有雨，建議提前1天發貨，因為歷史數據顯示雨天延誤會增加 40%。這種時間積累的價值是無法遷移的。如果你換了別的系統，這1年積累的知識全部歸零，你願意嗎？第2層護城河，決策依賴。更致命的是，用了 Palantir 之後，企業的決策流程會深度依賴它的輸出。一家零售商用 AIP 做庫存管理，以前採購經理憑經驗決定進貨量，用了 AIP 之後，系統會綜合分析歷史、銷售、天氣預報、社交媒體輿情、競爭對手促銷活動，給出精準的進貨建議。結果呢，採購經理發現系統的判斷比自己準確率高 30%。半年之後，他已經習慣了看系統建議再做決定。1年之後，他不看系統建議就不敢下單。這就是認知依賴。就像裝了假肢的人離不開拐杖，用了 Palantir 的企業離不開他的決策支持。2025年第3季度 ，Palantir 的客戶數量增長 45%， 達到911家。但更關鍵的數據是，前20大客戶的年均消費達到8300萬美元，同比增長 38%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客戶不是用一下就走，而是越用越深，越用越多。第3層護城河，上帝視角。Palantir 最狠的地方在於，
它給了企業一個全局視角，而這個視角一旦建立，就回不去了。傳統企業的決策是什麼樣的？銷售部門只看銷售數據，生產部門只看生產數據，財務部門只看財務數據，每個部門都是盲人摸象。Palantir 的 Ontology 把所有數據打通之後，老闆第一次看到了企業的完整畫像。他能實時看到這個客戶的訂單正在生產線上的哪個環節，原材料庫存還夠支撐幾天，下個月的現金流缺口是多少，哪個銷售团隊的轉化率在下降。這種上帝視角一旦建立，就像從黑白電視換到 4K 屏幕，你還願意回到黑白時代嗎？更關鍵的是， Palantir 不僅給你視角，還給你預判能力。一家能源公司用 AIP 做設備維護，系統不僅能告訴你這台設備今天的運行數據，還能預測這台設備在未來30天內發生故障的概率是多少。結果呢，公司從事後維修變成預防性維護，設備停機時間下降了 60%， 維護成本下降了 35%。 這種 ROI 一旦證明，客戶就不會走了，因為走了就意味着主動放棄競爭優勢。主權 AI 趨勢不是選擇，是必然。2025年到2026年，全球最大的技術趨勢是什麼？不是 ChatGPT， 不是自動駕駛，而是主權 AI。什麼是主權 AI？ 就是各國政府意識到 AI 能力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要素，你不能把國防數據、情報數據、關鍵基礎設施數據交給外國公司的雲服務器。這對 Palantir 來說是歷史級別的紅利。政府合同印鈔機模式。2025年7月，美國陸軍跟 Palantir 簽了一份100億美元、為期10年的企業協議。這份合同把原本分散在75個不同系統裡的數據和 AI 合同全部整合到 Palantir 的平台上。什麼概念？就是美國陸軍把整個數據中樞外包給了 Palantir。NATO 在2025年也開始在聯合軍演中試用 Palantir 的 Maven 系統。如果全面推廣，潛在合同價值超過50億美元。這些政府合同有幾個特點：長期鎖定10年合同，意味着未來10年的收入可見；極高壁壘，做過五角大樓的項目，拿過 IL5 安全認證，這是其他公司根本進不去的門檻；自動續費，政府一旦用上，換系統的成本是天文數字，基本不可能換。更關鍵的是，美國政府用了 Palantir， 意味着所有盟友都會跟進。2025年9月，英國政府跟 Palantir 簽了15億英鎊的國防合同，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日本都在洽談類似的項目。為什麼？因為 NATO 的軍事系統需要互操作性，如果美軍用的是 Palantir， 盟友也必須用 Palantir， 否則數據無法共享，情報無法互通。這就是網絡效應，每增加一個政府客戶， Palantir 的平台價值就會指數級上升。2025年營收44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53%， 調整後運營利潤率 51%， 這在軟件行業幾乎是天花板級別。自由現金流19到21億美元，現金儲備超過45億美元，淨留存率 134%， 客戶粘性極強。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定時炸彈。Palantir 目前的市盈率高達400倍，就是按照當前盈利水平，你需要420年才能回本。即使是最樂觀的分析師，也只是給出202美元的目標價，相比當前170美元左右的股價，上漲空間只有 18%。關鍵是，這個估值已經完全透支了未來增長。市場假設 Palantir 能在未來5到10年保持 30% 以上的年增長，同時利潤率不下降，還要在電商、製造業、金融業全面開花。雖然 Palantir 目前領先，但微軟、谷歌、亞馬遜都在加大 AI 平台投入。微軟的 Copilot 雖然被吐槽通用性太強，但它正在跟企業深度定制。一旦微軟把 Azure 的雲計算能力、Office 的生態優勢、OpenAI 的模型能力整合起來， Palantir 的技術護城河可能會被削弱。傳統 ERP 巨頭 SAP、Oracle 也在進軍 AI 領域，他們的優勢是已經佔據了企業的核心系統。如果他們在現有 ERP 系統上加一層 AI 決策引擎，對 Palantir 來說是致命威脅。2025年下半年 CEO Alex Karp 和多名董事會成員累計減持超過3億美元股票。雖然公司解釋說這是個人財務規劃，但高管大規模減持往往是股價見頂的信號。現在我們把兩家公司放在一起對比，你會發現一些有意思的東西。相似點 ：AI 改造決策，客戶粘性極強。AppLovin 和 Palantir 本質上做的是同一件事，
用 AI 接管人類的決策流程。AppLovin 接管的是廣告投放決策。以前廣告主靠 A/B 測試和經驗判斷，現在 AXO 直接告訴你這個用戶此刻最容易轉化，投這個廣告。Palantir 接管的是企業運營決策。以前老闆靠部門會議和 Excel 報表，現在 AIP 直接告訴你供應商 A 的原料有問題，建議立即停用。兩者的客戶粘性都極強。AppLovin 的廣告主用了 Axon 之後，回報率翻倍，根本不想換。Palantir 的客戶用了 AIP 之後，134%的淨留存率，主動多花34%的錢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都建立了認知依賴。AppLovin 讓廣告主相信 Axon 比我更懂用戶， Palantir 讓企業老闆相信 AIP 比我更懂我的公司。一旦這種信任建立，客戶就離不開了。差一點，垂直深耕 vs 橫向擴張，但這兩家公司的野心完全不在一個維度上。AppLovin 走的是垂直深耕的暴力路子，他這輩子就認準了移動端變現這一個死理，他不需要懂怎麼造火箭，他只要懂怎麼讓那幾億手遊玩家點一下屏幕。他的護城河是窄而深的，通過控制下游的手游矩陣，反哺中游的廣告聚合平台，最後餵肥上游的 Axo 引擎。這套邏輯在移動互聯網的毛細血管裡是無敵的，他的錢賺得極其純粹、極其高效，是典型的效率收割機。而 Palantir 玩的是橫向擴張的降維打擊，他的野心不是做一個插件，而是做所有組織的通用操作系統。今天他在幫五角大樓抓恐怖分子，明天他就能帮空客修飛机引擎，後天他還能幫醫院調度床位。他的邏輯是廣而深，他賣的不是一個工具，而是一套生存標準。他要把企業的資產、人員、流程全部數字化，然後像指揮軍隊一樣指揮一家工廠。3. 投資邏輯，現在的錢 vs 未來的命。如果你買 AppLovin， 你買的是確定性的現金流，只要人類還在刷手機，還想打發時間，它就是那個永遠在后台精準數錢的收錢櫃台。它的業績增長是看得見、摸得着的，是基本面玩家最愛的利潤機器。如果你買 Palantir， 你買的是未來的標準制定權。他在賭一件事，未来所有的巨型組織如果沒有一個數字化、智能化的中央大腦，就根本沒法在現代競爭中活下去。它的估值裡包含了一部分信仰溢價，那是市場對超級 AI 決策的敬畏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，祝各位交易順利，咱們下期見。